这才是惩罚杀人犯的最好办法。只见他们的身体被整个埋进土坑，唯独只有一颗脑袋还露在外面，从地面上残留的血迹就不难看出，在这里处理过的杀人犯已经不计其数。而在他们的四周布满了高清摄像头，准备将处决过程进行全球直播。此时看台早已坐满了受害者的家属，他们对这群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咬牙切齿，无比期待他们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刻。就在罪犯们惊恐的表情中，紧接着广播就传来了一阵倒计时。此时众人意识到自己即将命丧黄泉，所有人全都慌张地开始求饶。可家属们对此并不买单，毕竟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沾了几条命案，恨不得将这些杀人犯打下18层地狱。然而此时一个男人情绪突然失控，对着摄像机就开始了哭爹喊娘。本以为自己的演技能够得到原谅，却不料一切都是无用的垂死挣扎。随着一旁的肛门被一个接一个的打开，里面的丧尸也在这一刻爬了出来。众人见状瞬间就慌张了起来，而最终因为镇长贪婪的内心，用自己的生命买了单。男人愤怒地将手柄扔向电视，不料竟砸中了里面的游戏角色。男人见状一脸的懵逼，赶忙起身来到电视面前查看情况。可就当他试探性的伸手触摸屏幕时，没想到手臂竟直接穿透了进去，这让他瞬间意识到了什么。随后二话不说就跳进了游戏世界里。恰巧好友推门来到他的房间，眼看男人变成了游戏里面的角色，好友劝他赶紧钻出来，因为这是一款充满丧尸的游戏，稍有不慎他就有可能变成丧尸。然而男人听后毫不在意，紧接着意外就发生了。吓得好友瞬间愣在了原地，关键时刻赶忙拿起了一旁的手柄，对着丧尸就开始了进攻。一顿操作下，成功保住了好友的性命。此时男人终于意识到了危险，就当他准备原路返回时，不料好友直接将他拦了下来，因为刚刚丧尸在他脖子上咬了一口，如果现在回来可能会引发丧尸危机。于是好友直接按下了暂停键，拿起手机就开始查询游戏的通关攻略。可就在他戴上耳机准备速通关卡时，不料意外突然发生了，男人无意间进入到了游戏世界中，可游戏里充满了大量的丧尸，好友大山只能利用一只手柄操控小帅在末日里苟活生存。很快经过大山的不断搜索下，成功找到了游戏的通关攻略。此时大山势在必得的戴上耳机，操控小帅找到了几座废弃的厂房。可就在此时，又有一个丧尸追了上来，无奈小帅只好拼命的逃跑，很快就躲进了一座房车里。接着他开始仔细搜索里面的物资，好在小帅的运气还不错，成功在抽屉里找到了一个急救医疗包，二话不说就吸取了一口氧气。而此时的大山也越玩越上瘾，他操控小帅不断翻找物品，期间如果出现几个落单的丧尸，就直接用武器将其送去西北，而小帅搜到的物资直接扔到现实世界。可就在这时，小帅开门时突然撞见了埋伏的丧尸，无奈他只能进行拼命的反击。就这样附近的丧尸全部被处理干净，而此时的天空也逐渐黑了下来，但他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，而是打着手电筒继续闯关。但很快他就被大量丧尸团团包围，危机时刻小帅爬上一辆汽车顶部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同伴及时丢过去一个燃烧瓶，下一秒就将丧尸烧成了灰烬。可关键时刻手柄竟然没电了，慌张的大山十分的慌张，赶忙将这一消息告诉给小帅，然后不顾危险的直接冲进了游戏里，与小帅成功汇合在一起。可两人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用不了多长时间丧尸就会爬上来，并且小帅也感觉到脑袋有点晕厥，似乎伤口发生了严重的感染。这下两人该如何化解危机呢？男人不顾危险的钻进游戏世界，只为拯救被困在里面的同伴。随后他趁着周围的丧尸不注意，爬到车顶与小帅成功汇合。然而因为手柄的电池没了电量，两人也被丧尸包围在了车顶上，并且已经有丧尸的手臂碰到了他们。意识到丧尸很快就会爬上来，关键时刻大山灵机一动，试图用篮球击中一旁的按钮，没想到下一秒竟成功打开了开关，随即四周的红外探照灯射向丧尸，一时间所有丧尸全都捂住了眼睛，似乎他们很惧怕这种光线。很快所有丧尸全都退了下去，两人也侥幸捡回了一条小命。可此时他们一点时间不能耽误，随后赶忙跳下了汽车，以最快的速度成功逃离了现场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游戏机传来了声音，原来是同伴来到小帅的家中，害怕同伴关闭电脑困住他们，两人赶忙撒腿就朝着出口逃跑，却不料就在这时，同伴还是按下了游戏机的按钮，随即逃生出口被彻底关闭，而两人也被困在了游戏世界中。慌张的两人顿时慌张了起来，这下该怎么样才能逃出去？大山见状也不知如何是好，无奈他们只能先离开这个地方。等来到第二天一早，小帅的朋友们聚在一起看电视，就当几人聊得不亦乐乎时，突然有人打开了那款丧尸游戏，并且游戏上面还出现了一串神秘字母。就在男人一脸懵逼的注视下，游戏里竟然出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。男人见状瞬间一脸懵逼，心想这不是自己的好友吗？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小帅就费尽全力将电视打倒在地，紧接着下一秒，小帅就成功从游戏世界里逃了出来，看得众人一脸懵逼。随后
大山也从中钻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同伴想要看电视，可打开后里面的丧尸竟钻了出来，随即将同伴团团包围起来。假如是你会选择进入游戏世界体验一番吗？上帝只是往沙盘上喷了一壶水，没想到人类世界就下起了瓢泼大雨。眼看人类开心的手舞足蹈，上帝见状感到十分的欣慰，于是让助理又喷了10吨水。不料这一次雨竟然下得更大了，就连干枯的土地都变得枝繁叶茂。然而上帝见状顿时玩性大发，赶忙让助理喷下了一瓶强力农药。紧接着下一秒，毒素就在人群中迅速扩散，眼看一个接一个的人类倒了下去。可上帝却对此毫不在意，因为他知道人类会研制出一种解药。果然没多久，世界就恢复了正常模样，并且他们还研究出了钻木取火。眼看人类文明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上帝赶忙命令助手召唤出几万头猛犸象，打算阻止人类文明发展的速度。没想到猛犸象竟将众人逼进了一座山洞，自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出来过，这让上帝无聊地沉睡了过去。可当他再次醒来，却被眼前的一幕看傻了眼。只见刚刚还处于原始部落的人类，现在竟树立起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。原来上帝虽然只睡了10秒钟，但在人类世界却过了整整3000年。眼看人类即将脱离自己的掌控，于是准备制造一起更大的危机。上帝一觉醒来，发现惊恐的一幕：原本处于原始部落的人类，眨眼间竟然发展成了高科技时代。只见城市中心树立起密密麻麻的大楼，望着人类文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上帝见状瞬间上头，因为这完全没有在他预料之中。于是他让助手直接扔出一根火柴，下一秒高楼大厦就燃起了熊熊大火，紧接着火苗就迅速蔓延至楼顶。此时楼里的人类全都被迫爬上天台，拼命的想要寻求救援。上帝见到这一幕，顿时兴奋不已，内心的控制欲也在这一刻得到满足。就在这时，大量的消防车赶到现场，随后赶忙伸出梯子进行救援。同时天空也出现了一架救援直升机，可因为此时的火焰太过庞大，尽管消防队喷洒了10吨自来水，还是无法控制熊熊燃烧的大火。然而此时上帝却丝毫没有同情心，甚至还打算添油加醋，接着便让助手制造一场龙卷风。助手认为这种做法太没有人道，于是抗拒了上帝下达的命令。不料这一操作让上帝瞬间上头，紧接着自己便制造了一起龙卷风，下一秒整座大厦就被包围了起来，而楼上的人类全都十分的绝望，甚至有的已经忍受不了，选择了跳楼。然而上帝却依旧不打算收手，静静地看着人类自行灭亡。就这样，整座大厦的人类全部饮恨西北。而助手见状感到十分的不解，明明是上帝创造了他们，为何现在还要将人类置之死地？可上帝对此并没有进行回答，而是转身淡定地喝了一口茶水。原来这座沙盘从最开始就是一张玩具，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都需要他的控制。一旦人类有了自己的想法，那么上帝就会将其进行灭绝，从而内心得到了满足。黑人与白人警察发生了冲突。刚入职的新警被吓到不知所措，然而因为对方是名黑人，警察还是上前仔细搜查了全身，接着熟练地给对方戴上手铐。可等他准备将其押送到警车上时，却发现黑人此时已经停止了呼吸，而他的妻女则在一旁目睹了一切。很快这起事件便被媒体曝光，可因为黑人掏手机时对警察构成了威胁，所以第2天就被无罪释放了出来。意识到法律不会替自己讨回公道，黑人的弟弟当即来到法院门口，决定亲手为哥哥复仇。很快，大量的警察将他团团包围。尽管自己面临着无期的牢狱之灾，但想要在美国立足，他必须这么做。然而，2起事件导致黑白分化更加严重，白人警察甚至开始无辜调查黑人，试图以此激怒对方，将其逮捕归案。可他们殊不知，面前的黑人也是一名警员。就在这时，警察发现了腰间的配枪，随即气氛紧张了起来。黑人只是在路边说话，声音太大，就有2名白人警察前来查看情况，随后便试图激怒对方，这样就能借机将黑人逮捕归案。可2人不知道的是，面前的黑人也是一名警员。就在这时，同伴突然发现黑人腰间有一把手枪，吓得2人赶忙拔枪对峙了起来。没想到警察还是扣动了扳机，可此时受到威胁的黑人也不管不顾，直接朝着白人警察射出了子弹。就这样，双方均有人员受伤，事后全被送去了医院进行抢救。好消息是，黑人因为出门穿了防弹衣，所以子弹并没有射进他的身体，因此侥幸捡回了一条小命。可另一边的白人警察就没那么幸运了，因为子弹不偏不巧地击中了心脏，所以尽管医生拼命的抢救下，最终还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。父母也赶忙来到了医院，得知是黑人开枪打死了自己儿子，父亲气愤地来到了警察局里，找到局长就开始闹了起来。但局长可不吃这一套，毕竟自己的手下出事他也会有责任，于是3两句便将父亲打发走了。可
可黑人警察也因此被带到审讯室，开始了严加仔细的盘问调查。而他将当晚发生的一切详细描述了出来，还表示自己只是在跟朋友聊天，对方就气势汹汹地冲了上来，并且二话不说就扣动了扳机，而自己只是做出了正当防卫，并不认为构成了犯罪。等盘问完黑人的口供后，审讯官又找到了另一名白人警察，可对方却形容的完全两码事，不仅满嘴胡说八道，甚至还将事情的真相颠倒是非，声称黑人上来挑衅他们，所以才上前开始了质问，却没想到对方趁机开枪偷袭了自己队友。这番操作将一切罪责推到黑人身上，面对两边完全不吻合的证词，让事件的进度再次陷入了僵局。黑人与白人在路边发生了枪战，然而两人的身份全都是警员。事后经过审讯员的调查，却发现双方的口吻完全不一致，都在互相推卸给对方责任。然而审讯员却从中发现了猫腻。尽管白人警察有说谎的嫌疑，但在真相出现之前，黑人警察必须要暂停一段时间职务。在回去的路上，黑哥感受到了深深的失望，他想不明白为何会出现种族歧视，甚至于让他对这个社会十分反感。此时审讯员意识到白人可能撒了谎，所以为了调查真相，他找到妻子诉说了今天发生的事情。而他的妻子因为也是一名黑人，在妻子的不断鼓励下，他打算做出一个十分危险的调查方式。隔天来到半夜时，他独自一人来到了白人警察常去的酒吧，期间他不断观察着四周的情况。此前他已经调查过，今晚白人警察还会来到这里，于是他提前踩准时机，然后堵在了厕所的门口。等白人警察走出来时，直接将其给拦在了这里。I think you're a lying scumbag. What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about? You can tell me now or you can tell the judge later. Alright, listen, I already fucking told you everything, okay? You don't fucking tell me now, you never see your wife and son again. You know, fuck you and fuck that nigga cop! 没想到他成功用激将法惹怒了对方，顺势让白人警察说出了真相，随后便直接将他按在了墙上，双手死死按住他的胳膊，然后让他重复了一遍刚刚说的话。此时白人警察也不再伪装，意识到真相已经瞒不下去后，便被带到了审讯室里，而审讯员用录音器记录了白人的口供。此时真相终于水落石出，黑人警察也终归回到了自己的位置，不仅所有指控全部被撤销，并且还为他提供了3万元的补偿金。至此两族之间的争执终于化解，男人每次都会赶在天黑前等待儿子回家，哪怕只是迟到了1分钟，他就对儿子一顿破口大骂。等两人一路小跑回到家后，便赶忙将所有门窗牢牢锁死，甚至还要反复检查，确保万无一失，直到屋内没有一丝缝隙，一家人这才安心地坐上餐桌。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，只因天黑后外面就不属于人类的世界。然而就当几人刚松了一口气，不料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撞击声，似乎有一种未知生物想要破门而入。几人闻声迅速赶到了楼下，接着用尽全力拼命堵住了肛门。好在没一会门外就没了动静，本以为成功化解了这次的危机，却不料就在几人熟睡之际，怪物竟用手指撬开了一块木板，接着便将干枯的手臂伸了进来。就在怪物打开肛门走进来时，危急关头男孩及时苏醒并按下了开关。原来他们早就料到怪物会闯进来，这才设下诱饵引狼入室。第二天肛门上留下了深刻的抓痕，显然已经不能再继续使用了。于是几人决定出门寻找修补材料。可就当夜幕再次降临时，不料小儿子竟然不见了。眼看木门已经留下了深刻的抓痕，意识到已经没有了抵挡怪物的能力，于是凯奇带着2个儿子来到户外，开始寻找一种结实的木材。很快3人驾驶小汽车一路寻找，而凯奇则表示自己留下来修理房子，让2个儿子出门寻找物资。可就在2个儿子来到森林时，大儿子却让弟弟兵分2路。虽然这样的做法十分危险，但也大大提高了搜索物资的概率。只要在天黑之前一起汇合，基本上就不会出现什么意外。于是大壮独自一人来到了一户村庄，可让谁也想不到，大壮竟是来找小美约会的。2人亲密地拥抱在一起，完全不顾另一边弟弟的安全。就在天色逐渐黑下来时，大壮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里。然而因为回去的途中太过着急，不小心一个脚滑，直接掉进了深坑里。同时另一边的弟弟也在迫切寻找。眼看夜幕即将降临，大壮却始终没有来到汇合的位置，弟弟还以为他提前回家了，于是驾车直接赶回了家中。可当他与凯奇见面后，才意识到大壮已经走丢了。无奈凯奇只好拿着火把出去寻找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大壮终于苏醒了过来，可抬头却发现自己离地面足足10几米。他小心翼翼地打着了火机，想看看有没有能逃出去的出口。然而一只怪物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关键时刻凯奇及时赶了过来，随后二话不说就跳进了深坑中，成功杀死怪物，救下了大壮。但此时外面太过于危险，于是2人只能在深坑里待1晚上。可就在2人休息的时候，突然地面开始了下陷，凯奇猛然意识到是地下要刷新怪物，好在自己事先拿了一捆火药，随后直接点燃，将怪物炸成了一堆肉泥。等来到第2天一早，弟弟便急忙驾车出来寻找2人。然而就在他开出10公里远后，突然发现了地上昏迷不醒的凯奇。小伙开车时突然发现地上正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男人，走近一看，正是走丢的大壮与父亲。为了拯救昏迷不醒的父亲，大壮带着他来到了小美的村庄，可想不到对方竟拒绝为凯奇治疗，这让大壮深深地陷入了绝望。毕竟在末日之中，谁都只为了自己。无奈大壮只好假装跟
跟小美待上几天，实则借机准备偷走珍贵的药品，却不料途中被小美发现。但好在小美理解大壮的处境，随后便将那瓶药物取了出来。然而两人还殊不知，刚刚的对话全被强哥偷听到。就在大壮准备回家时，强哥直接举枪瞄准了大壮，随即将他关进了一座地下室里。就在强哥即将对大壮痛下杀手时，不料地下的怪物直接将他拖进了深渊。很快，大量的怪物从地下钻出，对着人群就开始撕咬了起来。而大壮也趁机挣脱了束缚，跟随小美一起逃出了地下室。然而此时面对熊熊燃烧的大火，大壮本想着进去救人，却被小美一把拦了下来。因为此时火焰已经不受控制，他们现在必须找到一处安全的位置。同时另一边的弟弟正在封锁门窗，却不料脚底突然踩中了一个大坑。意识到怪物想要从中钻出来，弟弟直接将木头塞满了土坑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大门突然被打开，好在走进来的是大壮跟小美两人。同时另一边的凯奇也苏醒了过来，而他一脸镇定地表示战斗到底。得到父亲的肯定后，众人赶忙开始在房间内布置陷阱，将所有炸药安装在必经之路，还在洞口处倒满了95号汽油。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怪物们也如约而至地冲了进来，双方顿时扭打在了一起。眼看两个儿子逐渐落入了下风，凯奇就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。尽管他已经身受重伤，但还是艰难地来到怪物面前。回想起两个儿子小时候的模样，凯奇毅然决然地反锁了房门。随着大量的怪物冲了出来，身后数吨剂量的炸弹也在这时被引爆。很快，现场逐渐平静了下来，而凯奇也用自己的性命换来了儿子们的安全。